当时咱家存款17.6万，加上我那3万块钱，再加上银行贷款的20万，一共是40.6万。咱们修建大棚、连工带料，再加上买菜种，一共花了是39.6万。但是我跟庆来在整理票据的时候，发现只有不到32万，剩下7万多没有票据，可能会说不清楚。多少？7万块啊！幸福，这不让你管家，你怎么管得家啊？爸，我当时不是为了省点钱吗？为了少付点利息，紧打紧算的，我只贷款了20万。但是现在东西涨价快，如果真实打实的买，那40万根本就不够用。我真是为了能省点是点，能便宜点是点。买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就没有开发票，可是裁量书说地上物补偿需要正规发票才给报销。我们也联系了当时厂家，人家说了，只给打收据或者开白条，正规发票根本就不可能。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。没用，集团一切都是正规企划管理，所有制度都一清二楚的，尤其是财务这块。就你懂得多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考会计证就是为了进集团财务，就这部分我都学过。你这个死丫头也是瞎折腾，在办公室好好待着有什么不好？非要进那个财会室，你也是瞎折腾，都在这瞎折腾。爸，哎呀，你别说扯远了，这个补偿的事还没算完呢。哦，对，咱先把这事说清楚。幸福啊，7万多块钱呐，我跟你妈辛辛苦苦的也就攒了这10来万块钱，这一下7万多就没了啊！当初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事不靠谱，花这么多钱干这事能有个好吗？你还说敢想敢干呢，干啊！现在怎么办？爸，人家幸福不也是为了想多挣钱吗？挣着了吗？挣着了吗？这不就瞎折腾吗？说你，爸，你别着急。我承认，我当时做事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后果。我自己捅的娄子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补上。明天我就去找他们，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。我也给我妹打电话了，她也帮我咨询了一下，她说这种情况是可以谈的，只要双方认同，出具协议，是可以作为补偿凭据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找第三方来进行评估。我就是想着，就算是亏，也不会亏那么多。那损失多少，他不也是损失吗？有完没完呢？传家哥，这事儿我们能直接找书记谈吗？老万他是董事长，管不了这么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儿。公司的财务部分呢，一直是我负责的。你们就算找到他，还是推到我这儿。行了，把咱那票拿出来。这个发票31.7680，这个收据呢，是后来我们联系厂家后补的，7万多，您看看。7万多啊！菜苗、镰刀，这个农模，嚯，这还有白条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回头啊，我让财务把这31.7万多打到你们账上。回头我也弄个协议，你们签一下，这事就算了了。其他的不符合财务规章制度，就算了吧。啊，不是传家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这我们家投了这么多钱，你到你这儿不算了，那我们家不是亏大发了吗？这个那也不是我让你投的钱啊。再说了，这投资都有风险啊，对吧？这不是你村里要占我们的地吗？要不然你没这样的事情啊。什么叫村里要占你们的地啊？这土地都是国有资产，是吧？再说我们征地，那都是符合国家政策的。不是这样说的，不是。好了，庆来啊，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规矩。就这发票上有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钱。至于其他的，你就别跟我胡搅蛮缠了，好吧？是这样的，小万总，我之前跟书记聊过了，他说了，补偿政策就是投入多少补偿多少，所有的损失就是谁征地谁补偿。我们明明就是投入了39万多，
那7万多块钱也是实打实的投入。现在你们说非得开发票才能报销，我们只好补了这个收据。那按照书记说的，那就是该集团补偿。别跟我一口一个书记说，一口一个书记说的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现在是拿我爸压我呢吗？我告诉你，书记说他说的是原则，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办、怎么操作，那还是我说了算。你们空口白牙的啊！你说7万就7万，那你要说70万呢？我是不是也给你啊？我们就投了7万，我们只要7万。没有，我再跟你俩说一次啊，发票有多少钱，我给你报多少钱，317680，对吧？1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。回头我让财务把钱打给你们，但是除此之外多1分都没有。你们就告诉我这个钱你们要还是不要？这我怎么要啊？我们花了39万多，你现在给我报31万，那剩下的7万多不就白白损失了吗？我咋跟家里交代呀？那要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找第三方来评估。那地面上的东西都在那摆着呢，我也不是凭空瞎编乱造的。好，找第三方做评估是吧？好，那咱们之间啊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。来，收好你们的东西。幸福，喂，幸运，你上次跟我说可以找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上物的价值进行评估，那这机构在哪儿找呀？你帮我问问。哦，是，这事儿挺麻烦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说你们怎么能弄成这样呢？我当初就说这事不靠谱吧？你非要弄什么大棚菜？咱们是农民，就好好种地过日子，瞎折腾什么呀？悄悄的吧你啊！进来，带你媳妇上楼歇着去，啊！爸，妈，歇着去吧啊！慢着点儿。我说你个老头子，你有溜没溜啊？你没看着幸福大着个肚子，那可是怀着你老王家的种。你再说了，孩子们没黑没白，地里村里几头跑，算账谈事儿，他们闲着了吗？啊？钱拿不着，他们高兴可是。你这当爸的，你又帮不上忙，你就会在屋里头叨，讨人嫌呢。那赔的都是钱呐！钱有幸福肚子里的孩子要紧。来，先喝点热水。来，吃这个，特别好吃，对身体好。是不是跑累了？肚子有没有不舒服？看见爹着急成那样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这事儿都怪我。咱爹就是那个样子的，他一提到钱，他特别爱计较，爱上火。他是冲钱急，不是跟你急，别那么想啊。来，要不我跟那个青芝打个电话问问他？行呀。哎，哥，怎么了？哎，青芝啊，还是那个征地的事儿。本来呢，现在说的挺好的，但是因为一些那个票据的事情啊，现在有7万块钱说不明白。我们呢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哎呀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我让你嫂子跟你说吧，啊。喂，青芝。嫂子，你说，我和你哥租地建蔬菜大棚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跟村里因为赔偿的事儿产生了一点纠纷。
嫂子，现在农村征地的事情是很复杂的，各地的情况呢也都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咱家这件事儿啊，还是挺简单的。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。而且现在啊，农村征地在政府有专门的调解部门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我们呢把这件事情呢写得清楚一些，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，做一个申诉请求。现在中央呢对3本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，原则上呢就是不让农民吃亏。哦，行。但是这事儿我能说清楚，可要是写，我写完往哪儿寄呀？这样，嫂子，你把事情写清楚，我帮你记。哎，啥意思？写情况。小林，停一下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我这儿等你半天了。你这是堵着我呢？哎，是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行。小林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好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这不庆来和幸福去找船家，万书记好。就谈那个补偿的事儿，没谈成。小事啊，要说也怪你们。是，船家这么做也没什么错。是，我知道，主要是我那儿媳妇啊，心太野了，非要搞什么蔬菜基地。我就给庆来说，你就告诉他，刚过门好好过日子不成啊？他不干他。书记啊，你看这7万块钱，如果真打了水漂，对我这小门小户的人来说，我承受不起啊。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庆来这才刚结婚，庆志还没成家呢，秀玉连个对象都没有。这钱对我来讲，那真的是一笔钱啊。你们是真能给我添麻烦。哎，是净给你添麻烦了。行，我再了解一下吧。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一下。哎，为这事儿，我那儿媳妇没少打电话，也没少找人。听她娘家妹子说，这事儿咱们可以找一个中人来算一算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想找个中介评估一下？是这意思。我媳妇真能。她能啥？她就是能不够她。要不是她这瞎折腾，这不净给您添乱了，这是给村里人添麻烦。行，这事儿我也知道了啊。好，想办法吧。好。行了，我走了，还有事儿呢啊。哎，哪天到家来喝酒？哎，好啊，喝酒。吃着呢。你回这么晚啊？吃饭了没有？问的废话，我要是吃饭了，我这点回来啊。你给他也拿一杯子吧。乖乖的。在公司跟刘工临时又开了个会，把那个基建的日期又具体核实了一下。哎，你那个贷款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这边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你别等到回头我把那个设计的事都办完了，你贷款不到位，贷款一到，我随时能开工。哎呀，贷款的事儿你交给我吧。那这回保进民厂这事儿呢办得不错啊，提出表扬啊。这喝了多少呀？这还对我提出表扬了，喝美了？少废话。你呀，就是应该对我多放心啊！你像贷款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去办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以后你多在家里享清福就行了。我倒是想在家享清福了，但我说你这小子，你为什么干什么事儿啊，非得节外生枝，整出点事端来呢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啊？现在家征地的事儿啊，你是不是难为人家了？这事儿我占着理呢，别冤枉我啊！占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啊！小门小户的干的事不容易，这票据不全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？再说了，这他投这地里的钱，那大眼一看就知道，报损40万不算多啊！再说老王家也是本分人家，不会胡要的。我承认，我是看他们家那媳妇儿有点不顺眼。我就知道毛病出在这儿了，这回你逮住机会了，整人家是吧？我整他还真犯不上啊。这种事儿我帮他是情分，我不帮他是规矩。
本来就是求我的，对吧？还一天到晚跟我趾高气扬的。我想起你当时贴那告示啊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啊，他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跟我说他要找人评估一下。评啊，你让他评，认不认在我。你看，你这个德行，能办成什么大事儿啊？我还指望你能接管万家集团，接我的班，当万家庄的带头人。就这点心胸，你怎么能跟一个普通群众置气呢？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规矩啊，别自以为是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。可以了，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王家知道你这个总经理厉害了。今天我回的路上，有德蹲在半道等我的车位，这事跟我聊了半天。陈家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，啊。再说马上就要开工了，啊，贷款一下来，你地挣不下来，这利息一天多少钱啊？这个时候还跟一小媳妇较劲，趁着他公公求我，借帮下驴得了，啊！你看，我就知道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。他找你给你卖惨，说几句漂亮话，你就惯着他们了。爸妈，这是2笔款的折子，地款是255840，地上物补偿是26万1。这么多钱？咱们还是得重新再找块地儿，重新开始。这钱还得再投进去。哎，那再说吧。哎，我觉得这儿不对哎。地上赔款不是说的是39万吗？你看26万，3926，差了13万呢。这不是咱家地里那管子，还有大棚，一共折了13万。不过这些都还能用，咱们再到别处重新搭建。这部分是我和裁量叔一起核算好的，咱家不亏。哦，这13万还能回来？行，吃吧，都凉了，赶快让那个幸福收好了。什么呀？哎，爸，这里面还有人家幸福带来的3万块钱呢。我知道，放我这安全着呢。别忘了啊！哎呀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们呢前后忙这事儿，总算有结果了，庆祝一下，喝点酒。那喝点吧。这几大道啊！哎！啊，来，少喝一点啊。来，为啥给我倒水呀？你怀着孕呢，以水代酒吧。来，来，咱们庆祝一下，是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辛苦了。其实我们就是跑腿。这次最主要还是因为爸跟万书记说的这事儿起到很大作用。那是啊，想当年，万书记带领村民进山采石，我是第一波跟他去的，这个面子他得给。还有一件事我没说过啊，就是当年有一次啊，是从山里往山外运石头，这一下就跟水滚村的人呢就发生冲突了。眼看就要打起来了，很多人都害怕了。我走到善堂旁边说：“善堂，打不打？要打的话，你发话，我上，干不干？”这酒还没喝呢，醉了。行了，善堂是你叫的，万书记。不，他那时候就不是书记啊，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善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我们坐在一块儿。要去说起当年的事儿，我们叫他善堂，他也得应着。最厉害的时候，也是最辉煌的时候，我们俩走在村子里边，碰见小传家，他要敢不大声喊我一声叔，他爸非踹他一脚不行。那现在传家还喊您叔吗？现在啊，他是那人是集团的领导。哎呀，现在是喝酒了，现在喝酒，来喝酒吧。不是，喝酒。哎呀，今年呢，收益不错，啊，咱们小老百姓呢也好好高兴一回，咱们好好过个肥年，行不行？行，太美了。
就是庆志跟他们领导慰问去了，今年回不来。没事儿，这不庆志姐是工作吗？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就行了。你咋不等做好饭就跑出来了？来歇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不，鸡蛋红薯啊！唉，咱这菜种的晚了，现在地已经不是咱家的了，也不知道拆大棚之前，咱这菜还能不能再卖上一茬。书记不说了吗？先建厂房，后盖那个木水厂。那拆之前肯定会提前通知咱们的。我觉得这菜肯定能卖出一批的。嗯。回去了啊？是啊。这万书记啊，对你们这事儿挺操心的，啊，村委会呢，有经过重新开会研究，啊，决定了，给你们每家再多补上2万块钱。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，啊，这下总该满意了吧？看看这个协议没什么问题，就赶紧签字。庆来家咋没来？他们家情况比较复杂，跟你们不是一回事儿，啊，还牵扯到和集团那边的一些费用，都已经办完了。那他家是不是补的更多啊？他家1分钱都没补，而且我还跟你们说，庆来预付给你们的那个土地租金，你们也不用退了啊。村里头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你们要是再不满意，还不签字，那这事儿我可就不管了。别，主任，谢谢您啊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要不就这样吧。这合同都是1式2份啊，都签上字。回头那个我让会计把钱给你们送家去。主任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走了，主任。我说别，2万都给了，还差着比吗？哎，你拿一份棺材。哎，郭才，啥事儿啊，主任？你回来，你这写的啥呀？啥意思啊你？能有啥意思？就协议上的意思，我不同意。你成心捣乱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们背地里偷偷把庆来他们家地这事儿啊给办了，这里边肯定有鬼。有什么鬼呀？有鬼？那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庆来家情况和你们情况不一样吗？村里头都是按政策办事儿，你不信你可以到县里头去查查规定去。我不去，我就让村里给我办。庆来家地补多少，我家地就得补多少。不是我说你是在这耍无赖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这不是给你讲道理呢吗？讲什么道理？你这就是耍无赖呢！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。这事儿我还真管不了了，我告诉你，爱管不管？我还真就不管了，你爱找谁找谁去。什么玩意儿？媳妇儿你辛苦啊，我继续去弄去。啊。起来！哎。
咋来了，老崔？我听说村里要收你们家地啊。啊，对，村里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盖一个那个污水处理厂。那咱说好的有机蔬菜供应还算不算数了？算啊，我还要种啊。你地都被收了，你还怎么种啊？你别着急，村里要征我们家地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但是村里给我们补偿了，我们也正打算再重新找块地方接着种。大妹子，那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！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都签好合同了，人家也把有机专柜准备好了。这按道理说，你们家这些菜再过几天就该上市了。你说我这算得好好的，你们怎么弄这么一出啊？过几天这一查没问题啊，村里不会这么快扒我们家的地的。那你后边的菜呢？后边呢可能就要等几个月了。庆来，你拿我开心的吧？不，这有啥嘛？你有我们的菜，你就先卖着呗，没有你就卖别的。之前那个没开专柜的时候还不卖菜呢，超市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幸福啊，我看你是个明白人，你说咱这事咋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您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弥补一下？我是真没办法了，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那是有合同、有违约责任的，那就跟咱们签的合同里写是一样的。因为其中一方给对方造成了损失，那要照价全赔的。你按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要向人城里这几家超市赔6万多的违约责任的。你们要不信呐，过2天我把那个合同文件带来啊，省得跟我骗你们似的。不是你这个咋能怪我？我们也不想这样呀。哎，那你让我找谁去啊？啊，行了，咱啥也别说了。不是你都按合同办事儿。这个跟我们咱就按合同办事儿，按合同办事儿。啊，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？反正这钱我不管，哎，你们出。你别着急呀你，老陈，啊，不是这怎么弄呢？他凭啥找我们要钱呢？合同里是有写，是我这疏忽了。那咋办啊？6万块钱，这好不容易才把这个7万块钱要回来，这6万块钱又没了。你别着急，我记得裁量叔那次说，征地的损失只要说清楚，征地方都是要赔偿的。这事儿比票据的事儿要好说。再加上有超市和老蔡作证，回去我就找他们说清楚去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啊？咋了？没事，闪了一下好像。闪了一下。啊？要不要紧啊？啊？没事，缓缓就行。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不用。啊？你给我。要不然我先把你送回去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大年根最后一天了，咋又闪着了？哎呀，妈，没大事儿，我躺会儿就行。我觉得趁着年末把该出的事儿都出了，明早大年初一，一切就都新气象了。这孩子心真大。慢点。哎，你真没事吗？真没事儿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省得夜长梦多不能找他们。哎，你要不要等我缓一缓，咱俩一块儿去啊？差不多，都跑了那么多趟了，我心里也明白。就像你说的，今年的事儿咱不留到明年，你好好躺着啊。让他去吧，碰着事儿让他也练练，别跟他爸似的，在外头啥事儿扛不住，就知道窝里横。原来采石场的这一块施工比较方便，大型机器容易进场，有1个月的时间，基础设施基本能够完成。过完15就可以动工了。好，等这边差不多了，咱们再开始盖污水厂。我觉得目前刘工这个计划啊挺好的，你们说呢？是，挺好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书记，找你那个有点事儿。赶紧说。还是那个补偿的事儿。今天那个老蔡来找我，他说他和那个城里的超市还有一个补充协议。谁是老蔡？就是买我们菜那个老蔡，他也姓蔡，所以我们就叫他老蔡。真行，我这开会呢，这是。
你去找谁？找专家，跟专家说啊。好，好，那我先去啊，叔。去吧。哎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你刚才说这是什么钱？这超市罚老蔡的钱，老蔡说这个钱得我们出，但我觉得这个钱是因为村里要占我们的地，他出的这个问题。行，我听明白了啊，意思就是，但凡是跟你家这块地沾点关系的，你都得找我来要钱，是吧？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前面那7万块钱就不该给你，怎么了？刚骗到手7万，翻过头来又要6万，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？那7万块钱怎么能说是骗呢？不是骗的是什么呀？你票据呢？那是我爸跟王书记说好的呀。对，你说的可太对了。你们家不就这点能耐吗？知道我爹念旧，你们就装可怜。但是庆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做人得厚道，差不多得了。不是，这个钱跟那个钱它不一样，这个钱是能说清楚的呀。嗯，行啊，来，那你跟我好好说清楚一点。之前我们跟那个超市他签过合同，说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这不年三十了嘛，我看您还为村里人操劳，这是心里不落忍，这不要给您送枣来了。那你要拿你这个枣跟我换点什么呀？这不还是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吗？补偿款不是给你们每家都补了2万了吗？是，是，可是那比庆来他们家还差得远呢。就你的地也敢跟人庆来家比？人家种的那要是海绵田，你那就是柏油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家地按庆来家的算呗？不是，叔，那我哪能那么不懂事儿啊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是想着，村里既然多给补了2万，那就能再多给补个4万或者5万呗。你还真敢想啊！那行，你定，你说了算，你坐这儿。我说了不算，当然您说了算，您坐。给你补那些钱，你也拿钱干嘛呀？说，我这身体不好，平时挣的也少，您那侄儿媳妇儿啊，带着俩孩子，平时怪可怜的。我想着这不赶上这事儿了吗？能多拿点，我这也能改善改善。你改善个屁呀你！我还不知道你有俩钱不是喝酒就是打牌。我都替你媳妇儿不值，嫁给你这么个东西，还大概他们跟我说事儿。我还告诉你，马上我就跟财良说，拿到的钱你1分钱都不想得到，我全交给你媳妇儿。不是，叔，你咋说还生气了呢？就算补不了4万5万的，那再补个2万3万的呗。就算比不上庆来他们家，那比春贤跟福生他们多点，我心里也舒坦呀。你舒坦不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就不能有钱啊！越有钱变坏就越快。叔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不就想多要俩钱吗？是，那您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那看在当年我爹跟您开山采石头的份儿上，那要不我叫我爹来？庆来不就是把他爹叫来了，求你就批了，总得一碗水端平吧。反正我爹身体也不好，我娘更别提了。我这身体也不行，那要不年30晚上就跟您家吃饺子？今天，呀，真是个臭无赖哈！王八蛋！我今天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，老万家怎么他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哎，说不要脸，说给我滚！不是说不滚，君子动不动手，说进去，滚！别拿你说，别拿了，别拿，明儿我给你拜年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喂，万书记。小梁，吴水长征地的事儿，管财又来找我来了。哎呀，万书记，你这侄子太难缠了，那别人都同意了，
就他不签字。我知道，我刚把他撵出去了。你这么着，你现在那个拿上协议，带上会计上他们家去，他不签让他爹签，我就不行治不了他了。拿到的钱啊，1分钱都不要给他，全都交给他媳妇儿。出事找我。行，我明白了。